歡迎大家回來。這個禮拜我們都知道 G7 峰會在法國召開啊，那麼會後也發表了聯合聲明。7國領袖呢，除了在烏克蘭議題上面達成共識，說要加強對基輔的軍事支持，也要擴大制裁俄羅斯。另外 ，G7 各國也同意，2030年以前呢，不應該從單一國家進口60%以上的稀土和其他關鍵礦產。G7 的領導人也承諾在年底前要制定具體目標。擺明就是針對中國大陸啊，雖然沒有直接點名，但是呢，彭博也立刻指出啊，說很多重要的礦物從開採到精煉，不僅技術的門檻高，環境成本也相當沉重。更關鍵的困難點在於呢，中國大陸在加工能力上還有產業的 know-how 是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在短期內複製的。所以呢，彭博就認為，如果要真正擺脫中國大陸在採礦、精煉、加工跟磁材製造上的深層優勢，仍然需要多年的時間跟龐大資本的投入。另外一頭也看到，美國國防部旗下的戰略資本辦公室呢，最近他們跟能源燃料公司 Energy Fuels 簽署了一項金額是7.25億美元的有條件貸款承諾協議，目的呢就是要擴大美國本土的稀土加工能力，希望降低對中方稀土供應鏈的依賴。好 ，G7 這次看到像是大拜拜的這個又開了一次會，好，表明決心，說接下來還要聯手。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是針對中國大陸啊，針對北京要累積他們的談判籌碼。但是彭博剛才我們所聽到的也說了個大實話，點出了難處，就是那句話：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我們怎麼看 G7 的稀土新戰略？尤其是那60%的紅線目標達得到嗎？倩姐，它這個60%，當然你要看是什麼稀土啊，就是重稀土是應該不可能達到，但是有一些目前譬如說在馬來西亞啦或其他地方也可以提煉的，它或許有可能達到近似，但是我覺得還是非常困難的啦，因為現在中國大陸呢在開採部分是全球70%，我們都知道，可是在分離加工是90%，在永磁的原料部分呢，也是90%。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從美國開始想要繞過這一條鏈啊，其實都碰到了很大的困難。美國最初做的就是，我想那個吳老師一定很熟，在 Mountain Pass 這個地方，這個已經廢棄的礦場呢，那美國現在由國防部啊，也帶領了各種各樣的公司一起去入股以後呢，要在南部去建立它的永磁工廠。那現在它正在積極的處理，那是國家介入。那麼另外呢，它也在外國，主要是在澳洲有一小部分在其他的國家用澳洲的礦產在別的地方建立分離廠，譬如說到馬來西亞建分離廠。那現在呢，可能我最近看到它的那個 Energy Fuel 那個公司要去收購澳洲的那個戰略礦產公司啊 ASM， 然後他們是要到韓國去建廠。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想要去挪開這個稀土供應鏈的做法，多半在美國這個龐大的國家呢，它在國內試圖的是在國內建立一個至少在後端做那個永磁的能量。那它前端只要能夠找到一定程度的供給的話，它後端那個現在中國大陸佔90%的永磁的部分呢，它可以增加一部分它的戰略安全。是。可是其他的國家，你還是得要向一個国家買啊。你要到哪一個国家去買呢？目前就算是澳洲跟馬來西亞的合作，或者是将來美國收購了澳洲去跟韓国的合作裡面，都還沒有我們現在講的是那種比較重的稀土啊，重稀土的部分目前還沒有看到。那麼其他的部分呢，可以在3年5年之內可以有一定的供應。所以这個60%應該就是說人類要去登月一樣的一個目標，就是其他的國家希望我們能夠登月。當然有人會說那登月2030就要去了，中國大陸2027就要去了。可是你要記得，人類剛開頭說要去登月的時候，我們還是在講的是嫦娥跟吳剛呢。所以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未來的稀土從一個90%永磁材料，90%以上的分離加工，90%以上的重稀土的供應都集中在中國的情況之下呢，要達到其他地方60%，是一個非常大的挪動，事實上也非常困難。是啊，稀土對於中國大陸來講，還是至少短期內是沒有辦法你超越它現在所擁有的這個優勢哈。而且我想補一下，就是說大家都知道稀土它在分離的時候其實是個高污染的產業，可是中國大陸在科技上面也把稀土的分離提煉的那個污染程度呢也大大的降
降低。所以其他的國家如果既要維持他們的戰略需求，又要維持它的環境標準的話，那就是另外一層的困難了。对啊，这個重點真的是因為歐洲向來就是以 G7 為主的歐盟、歐洲這些向來重視的是環保啊，那你沒有辦法去承受那個環境成本，你需要有高級的環境能力，就要靠技術，對，看你有沒有辦法能夠有這種技術達到。那麼除了稀土以外啊，還有一個就是礦產。我們先前曾經分析了，就是中方禁止鎢礦出口之後，對於其他國家產業造成的衝擊。那現在有一個最新發展，另外一種新的礦產就是叫鉬啊，一個金字旁在一個眼目的目。它是一種重要的戰略金屬，它少量增加到鋼或者是特殊合金當中呢，可以提高材料的耐高溫、耐腐蝕、散熱快速這些相關特性，所以呢，也因此成为半導體跟精密零件拋光製造過程當中的關鍵材料，並且呢，廣泛應用在航太、國防、核能、石油化工啊這些相關的高溫高壓產業。而這個時候看到《韓國時報》有報道說，全球最大韓國這個一家唯一的阿爾蒙蒂韓國鎢業公司宣布在江原道的桑東礦區發現了被稱為是黑金的鉬礦，預計這個儲存量呢可以穩定開採超過60年。而目前南韓有超過80%的鎢跟90%的鉬都是高度仰賴中國大陸的供應。台灣這個稀有貴金屬回收冶煉大廠他們的總經理吳永忠也認為說，鎢跟鉬這兩種金屬的特性是完全不同，不可能替代的啦。所以呢，他是持續看好鎢的應用前景。不過我們提到的這個鉬這邊有張圖表特別做出來給大家看它的基本資源，因為它熔點也非常的高，2623度攝氏度。主要剛剛提到了應用在鋼鐵、國防、能源、半導體跟電子產業。為什麼說它是重要的戰略金屬？因為它可以運用在軍事方面、能源方面、科技方面跟基礎建設方面。好，重點還有一個這個全球的鉬產量的分布，中國大陸是第一，而且比智利呢要多出1倍。這個儲量部分的分析目前中國大陸也是排在第一美國第2，第3是秘魯，第4智利，最後是俄羅斯。所以現在說發現巨大礦藏的南韓其實還排不到前5名。我想請教大使的是，南韓這樣的放話，像稀土市場這個好像是預先拋出了一個利多，它背後圖的是什麼？我想穩定軍心吧。對，因為鎢跟鉬好像可以那個魚目混珠一下。因為這個現在三星跟海力士，他們在這個製造晶片，不管是邏輯晶片還是記憶晶片的時候，它製程中要使用的一個重要的光刻膠一個塗膜叫這個6氟化鎢。現在這是很熱門一個名詞，6氟化鎢沒有6氟化鉬，只有6氟化鎢。鎢還是重要的，鎢還是重要的。所以這個鎢，他們80%是靠日本2家廠供應的。這2家廠，一個叫關東電化工業，一個叫中央燒子這個2個公司，他們提供了這個韓國這2家廠的80%的6氟化鎢的這項產品。那這2家日本公司已經正式告訴他的客戶，7月1號以後永遠停產，因為沒有鎢了。沒有鎢，因為鎢是中國大陸對日本進行稀土禁運的一個重要項目。是，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現在是一個大恐慌。美國也出面跟中國大陸喊話說，你這個還要網開一面啊。對。那美國說，我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從全球產業鏈的供應面廠方面來順暢來出的，也就是說。你這個東西都有整個芯片的供應會出現大的一個波動，那投入一個極大的一個變數，那這個對大家都不利。不過中國大陸是斷然拒絕，中國大陸說，外交部發言人講得很清楚，我們對日本進行這一些關鍵稀土的禁運就是要怎麼樣？要斷絕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再起，以及日本永和的企圖。基本上講得很清楚，所以看起來是不會恢復了。那鎢，不管是鎢還是鉬，我們還是回到這6氟化鎢好了哈。這個鎢事實上，中國大陸整個它的儲量是全球的53%，可是目前它的產量
也是全球的78.8%，而且它的成本低于國際的成本，整個生產成本低30%到50%，所以呢，基本上中國大陸在這個鎢的供應上是非常非常關鍵的，而且這個鎢的整個裡面比較精煉的所以精煉鎢粉，還有另外一個比較高端使用的一個叫什麼叫重鎢酸銨這樣子的一個產品是中國大陸的市場的占有率超過90%，所以呢，這個部分就變成這個中國大陸在鎢的供應上是不可取代，那即使其他國家要跟進的話，那麼從開採到一般外面說最樂觀的講法，從探勘開採到這個精煉生產，最快要3到5年，所以這個目前3到5年之間，國際的這個需求的這個買家是沒有任何其他選擇，對，所以呢，真的是被卡到脖子了。所以日本急了啊！這次在 G7 也看到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在会中就表示說，他非常的擔憂。來，我們看到在畫面當中他的說法是說，他非常的憂慮中國對日本所採取的措施，可能會對7大工業國集團跟理念相近的國家的供應鏈造成影響。日本沒有了鎢，非常的緊張。沒關係，我們這裡有鎢，因為我們有鎢老師。鎢老師，我想請教，短期之內，如果中方持續的就是管制鎢的出口，對於日本半導體，因為現在他們非常的積極想要把他們的半導體振興可是如果沒有鎢了以後，後續的這個衝擊評估。這個一定是有衝擊的，那要想就用各種辦法來補救，也一定會有辦法。可是呢，這個都是時間跟程度的問題。那半導體呢，是一個從這個用材料這個角度來，用鎢這個材料來講，是一個成熟的部分，所以它已經用得很成熟。雖然這個鉬跟鎢在這個原子這個化學元素表上面是同一個6B 組嘛，我在想我們高中背那個化學元素表，對，它是同一個組6B 組，所以它的確有相同的化學特性。可是之前人家沒有用鉬，是用鎢，就表示它有很多特性更適合用。那當你用得這麼習慣的時候，你要換成另外一種元素，就算它本來是相近的同一組，那你要花相當長時間。所以你剛剛講說有沒有衝擊，當然有，它花多少時間換到超支或者是彎道超支，再補足這個部分都要很長的時間，所以我蠻贊成剛剛謝老師講的，韓國政府當然先出來喊話一下，因為穩定軍心嘛。可是你在實務上，產業界真的要能夠用一個新的取代產品，讓所有的供應鏈大家都要來配合，來補足半導體這個部分在使用上的短板是很困難的。雖然它要的量並不是非常非常大，要的量是很小的，可是呢，如果就完全沒有，那你要做真正高端的，日本現在是希望能夠做高端的半導體它的北海道那個 Rapidus， 它一開始設定目標就是2奈米所以要做很高端的產品，這仍然會是它的一個很重要的，可能會被卡脖子的弱點就是短期之內至少看不出來有任何的替代性。短期沒有，絕對沒有那麼容易的，絕對短期絕對沒有。我講的短期是1-2年，甚至2、3年之內都不太容易被短期是1-2年都取代的。對对对，你要做一個那個新的產品，你要花多少錢去測試，讓它能夠達到我們剛才在講到良率、穩定和大量生產，這個都很不容易的。所以總結一個結論，剛才3位老師都講到了這個南韓這次特別說這個鉬可以取代鎢，但是我們知道是不太可能。您剛才提到也是時間的問題，也沒那麼容易但是就是那句話，喊出來穩定軍心就好。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